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地海数学课程。今天我们继续上 Form 4 Chapter 3 Quadratic Functions。OK， 那么首先我们先讲什么是 Function and Equation。OK，Function 华语叫函数，它函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会把某个数字变成另一个数字的过程。OK， 那么它不是等数，但是它拥有变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这一个 f(x) 等于 x 平方减4。这就是一个函数 ，OK， 那么我这边是会把 x 这个数字变成另一个函数 x 平方减4 ，OK， 那么 gx 等于 2x 平方减8，这个也是另一个函数，而这两个函数呢是不一样的函数，哪怕它们都是乘着倍数2的数 ，OK， 它们是不一样的函数，因为同样的变数 x 比如说 x 等于1。那么这一边放进去1的平方减4，就是等于-3，而这里放进去的话，1的平方要乘2减8是等于-6，它会得到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值，所以同样的 x 的值是会导致成不一样的 image 的话，那这两个函数其实是不一样的函数，也就是说对于函数来说，我们不可以贸贸然的在这一边乘上一个系数，或者是略减掉它 ，OK。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 equation 方程式，那方程式它是一个等式 ，OK， 那这个等式之间的 x 呢是只有某些特定的变数才能够满足这个等式的，比如说 x 平方减4等于0，或者是 2x 平方减8等于0这样子 ，OK， 它们的 x 都要等于特定的值，就是等于正2或者是等于-2的时候，这一个等式，这个方程式的左边就会等于右边。那么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，这两个方程式都是等价，因为这两个方程式能够满足这两个方程式的 x 都是一样，所以请学生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函数，什么是方程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谈的这一个 chapter 就是 Quadratic Function 这个 chapter。那么 Quadratic Function 呢是一个一元二次函数。所谓的一元二次函数就是代表说这个方程里面只有一个变数 x， OK， 那么这个 x 的指数，这个指数最高的次方只会去到2次方 ，OK， 也一定是2次方，不是1次方，不是3次方，不是0次方，只能是2次方 ，OK， 那么这一种函数我们就叫做 Quadratic Function。那对于 Quadratic Function 来说，比如说这个 f(x) 等于 2x 平方加 3x 减7，这就是一个 Quadratic Function 的例子。又或者是这个9减 3x 平方，这也是一个 Quadratic Function 的例子，它们都只有一个 x， 而且它们 x 的指数最高也是到2，没有到1，没有到3，只能是2 ，OK， 最高的指数是2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谈的是 Quadratic Function， 其实是一个 many to one 的 function 来的，因为它可以有两个不一样的 object 会影射出同样的 image。怎么说呢？举一个例子 ，f(x) 等于 x 平方减4来说，我们的 object 2 ，OK， 把2带进去这一边，2的平方减4，我们得到的答案是0。我们再看另一个 object -2， 把-2带进去这一边，-2的平方负的正，所以也会变成正4，减4也会变成0。所以无论是 object 是2还是-2来说，它的 image 都是同样的是0。所以两个 object 会影射出同样的 image， 这个我们叫 many to one function。接下来要谈的叫做配方法，那么英文就叫做 completing the square。这个配方法呢，主要是用来化简 quadratic functions 的，以便来求得这个 quadratic function 的 maximum 或者是 minimum point。那么怎么样用这个 quadratic function 的配方法呢？我们迟一点再说。我们先来了解配方法的整个步骤和过程是怎样子的 ，OK， 那么同学就需要把它记起来是怎样子的。首先，这是我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一元二次函数 ，Quadratic Function 2x 平方加 3x 减7。那么我们要 completing 这个 function 的 square 的话，首先第一步我们就要把 x 平方的这个系数给抽出来，这里是2，我们就把2给抽出来，放个括弧在这边。3除以2就会得到3/2，负7除以2就会得到负7/2。如果 x 平方的系数是一个负数的话，你要把负数给抽出来，那么里面的这个加就会变减，就会变加。OK， 那么抽完出来了之后，接下来的步骤呢，就是在这个找 x
这个 x，OK， 中间的这个 x 的系数，也就是3/2，我们拿3/2除以2，就是分母乘2的意思，就会变成3/4。我们拿3/4的平方加在这个地方，加上3/4的平方，因为这是一个 function， 所以我加上一个数字所以我必须要减掉同样的数字。那么这样子一加一减，它就可以变成0，变成0了之后就是等于回上面的这一个函数，那么就一样了咯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是要加上3/4的平方，再减掉3/4的平方。再讲一次，这3/4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个3/2x 中间的这一项2/3x 的系数就是3/2的一半 ，OK， 就是拿3/2除以2，就是分母乘2的意思，就会变成3/3，再平方就会变3/3的平方啦 ，OK， 好，那么在下一步呢，我们就拿 x 平方加2/3x 加4/3的平方，这前三项它就组成了前平方加2倍的前乘后加后平方，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 x 加4/3的完全平方。看这一边是把这个4/3给放过来这里，而这一边直接放 x。那中间这是加还是减？去看这个中间的这个3/2的符号是加还是减？如果是加，它就是加；如果是减，它就是减。OK， 那么前面的这三个变成了这一个完全平方，那后面的这两个呢？后面的这两个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算出来，到底是等于多少？所以4/3的平方就是16/9，而7/2就是7/2哦，所以负16/9减掉7/2，就会用计算机算一下，就是负16/65，再乘上2就会变成负8/65。把这个外面的最外面的这个括弧打开，2就需要乘以去这个就可以变成负8/65了。那么 completing the square 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举一个刚才那个例子，我们 complete 好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样子它的 minimum point 是什么呢？它的 minimum point 就是负4/3负8/65。那我怎样知道它的 minimum point 是多少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无论是什么数字的平方都会大于等于0，这个是在我们在实数的范围里面都是正确的，所以我们这一边完全括弧平方起来这个数字都是大过等于0的，所以最小的值这一边就只能是等于0咯，所以这个函数就是只能去到最小值啦。OK， 那么我们 completing the square complete 完了之后，我们都是会像这一行这一个function的一个形式，前面乘上一个 a， 就像这里的是2，然后中间这个是减掉 p， 这个减 p 就是这里是加4/3的意思，完全平方再加上或减掉一个号码 q， 这个 q 就是这个负8/65。所以对于 a 这个数字是比0大的话，那么你这个 function 的 graph 就是一个 U shape， OK， 我们也可以叫它做笑脸，那 U shape 的一个 curve。那么这个 U shape 我们就会有 minimum point 在最下面的这个点，或者叫 minimum value。那么 minimum point 或者是 minimum value 是多少呢？就一定是等于 PQ。P 就是会让到这个括弧里面等于0的 x， 所以像在这一个 case 里面，在括弧里面这个括弧等于0的 x 就是负4/3，而 Q 呢就是在你后面的这个数值，这数值就是负8/65，就是你的 minimum point 了。OK， 那对于 a 小过0的话，这个 curve 呢是一个 N shape， 这个 N shape 的话就好像是酷脸一样。那么对于这个 N shape， 它拥有的就是最高的一个点 maximum point。那么它的理由呢，跟上面的这一个也是差不多一样，因为括弧里面的数字都要大于等于0，所以乘上一个负的话，你要最大这边只能是0咯，不然它就是一直减一个号码下去的。OK， 所以对于 a 小过0的话，我拥有的是 maximum point 或者是 maximum value。同样的 maximum point 也是让到这个括弧里面等于0的 x， 然后这个 y 是这个值 q。而 maximum 或 minimum value 呢，就是只是拿这个值而已。像在这一个题目里面，我的 maximum 或 minimum value 就是我的 minimum value 就是负8/65啦。OK， 那么 value of x such that the function is maximum or minimum， 这个之后就是问这里什么时候 x 等于多少的时候，这个 function 会有 maximum 或者是 minimum value， 就是在问这里 maximum 或 minimum point 的 x 坐标是多少。那么你就直接回答它 p 这个值就是负4/3啦。
OK， 那么有某些quadratic functions 呢，它是很奇怪的，它已经配好方了，但是同学有时候就不太看得出来它已经配好方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代表像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了，这两个都是已经配好方了的。OK， 就是比如说 x 平方减4，这时候你的 p 是0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x 加2的完全平方，这时候你的 p 是等于-2 q 是0，这两个都是属于配好方了的，而你的 maximum minimum point 要么一个是 x 等于0，要么一个是 y 等于0。接下来我们谈的是 graph of quadratic functions。 OK， 那么我们之前在 function 的那一个 chapter 的时候，我们有谈到说，我们 function 的一个表示方法 relation 的表示方法有 graph 的，就是把它的 object 放在 x 轴，把它的 image 放在 y 轴，就可以画出这个 graph 出来了。但是对于 quadratic function 来说呢，这个 graph 是要怎么样子画的呢 ？OK，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quadratic functions 给配好方出来先，我们才能够继续谈下去。OK，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 quadratic function 的 graph 呢，一定是一个 parabola shape。什么是 parabola shape？ 就是一个抛物线，一个 U 的形状或者是一个 N 的形状，这就叫做 parabola shape。OK， 那么对于这一个 quadratic functions 来说，你的 a 就是 x 平方的系数哈 ，a 这个 a 如果比0大的话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U shape， 而 a 比0小啊，它就是一个 N shape 啦。而如果是 U shape 的话，它就拥有 minimum point； 是 N shape 的话，它就拥有 maximum point， 就像刚才讲的一样。而这个 maximum 和 minimum point 就一定是 PQ， 就是你配好方这边判断出来的，像刚才介绍的一样子。OK。然后在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三个 b 平方减 4ac， 这个我们叫 discriminant。如果 discriminant 是比0大的话，那么这一个quadratic functions 的 graph 就会在 x axis 那边有两个 points intersect， 会有各大 x axis 是两个 point。如果是等于0的话，就只会动到一个 point； 小于0的话，就这个 curve 是不会动到这个 x axis 的。怎么说呢？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图啦。如果 a 是比0大，就是这样子 U shape 的，而 a 比0小的话，就是像这样子 N shape 的。而如果是 b 平方减 4ac 小过0的话，那么这两条线是不会动到 x 轴。b 平方减 4ac 等于0的话，这两条线刚刚好动到 x 轴，只有一个交点。而 b 平方减 4ac 大过0的话，这两条线就会动到 x 轴的两个点，就像这样子各自。OK， 好，我们回来看这个，如果 fx 是等于 a 乘以 x 减 m 乘以 x 减 n， 那么这个图就是告诉你说，你的 quadratic function 是可以被因式分解的话，那么你的这个 graph 它也一定是可以动到 x axis 的两个点，分别就是 m0 和 m0 这两个点。因为你因式分解好，当它等于0的时候 ，x 等于 m，y 就会等于0，而 x 等于 n，y 也会等于0。而它会各到 y axis 的点呢，就是当你把 x 等于0给放进去的时候，就会找出 y axis 的 intersect point。OK， 我们也可以叫做y intercept。那么 y intercept 就是把 x 等于0放进去里面，你就可以算它是 c， 所以就是这样 0c 就是你的 y intercept。OK， 那么还有一个特征 ，graph of quadratic function 的特征就是它一定是 symmetry 的 ，symmetry about x 等于 p。或者我们叫 symmetric axis 是 x 等于 p， 这一条线是我的 symmetric axis， 就是在最低点这边是对称的。OK， 我们看在最低点的这一边是对称的，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。介绍完刚才讲的那一些了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子把这个 quadratic function 的图给画出来。所以要画一个 quadratic function graph， 它的步骤是什么？第一步就是要配方 ，OK。好像我们之前教的那样子，你要先做好配方。当你配好方了之后，你接下来你要判断的这个图形，这个 parabola 到底是 U shape 还是 N shape？ 怎么判断？就看你 x 平方的系数 a。这个 x 平方的系数如果是比0大的话，那么它就是 U shape； 如果是比0小的话，就是 N shape 啦。那判断了 U shape 和 N shape 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判断它到底是 maximum 还是 minimum point。OK， 那它的这个 location 到底在哪里？就好像之前讲的那个 PQ 那个 maximum 和 minimum point 的 location 到底在哪里
有了 maximum 和 minimum point 的 location 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 x 等于0这个号码带进你的 function 里面去看它的 image， 也就是看你的 y-intercept 到底是多少。那么你看，现在我们有2个点哦，一个是 maximum minimum point， 第二个点是 x 等于0的那一个 point。那如果你可以因式分解的话，你因式分解出来了之后 x-intercept 在什么地方 m0 和 n0 这2个值你就可以也把它给点出来。但是假如是没有办法因式分解的话，你就把这个步骤给忽略掉，我们就不做这个东西了。OK， 最后根据这些数字，我们就把我们的 graph 给画出来就可以了。那究竟怎么画呢？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sketch f(x) 等于 x 平方减 x 减2。OK， 首先我们来看x 平方减 x 减2，第一步当然就是配方咯。所以这个配方首先把 x 平方的系数抽出来，这里是1，那我就可以不用抽。接下来 x 的系数1的一半就是1/2，1/2的平方，一个加一个减，加1/2平方减1/2平方，就是加1/4减掉1/4，那么前面的3项就可以变成 x 减1/2的完全平方，而后面的那一项就是减1/4减2就会变成减9/4啦。这个就是你配好方的一个图形。那么我们再看它可不可以因式分解，这个东西可以因式分解成 x 减2乘 x 加1，所以从这一边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你的 minimum point， 因为你的 x 平方是大于0的 OK 是正数的，那么你就拥有 minimum point， 是一个 U shape， 你拥有 minimum point， 这 minimum point 就是 x 等于0的会使得这一边等于0的 x 就是1/2，然后这个 y 就是-4/9，所以你的 minimum point 就是1/2和-4/9。OK， 所以我们把这个 minimum point 在这个 graph 上面点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个 x 减2 x 加1，这是 x-intercept， 一个是在-1，一个是在正2，也可以点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笔 OK 画出 parabola shape 出来就可以了。OK， 然后最后记得你一定要在图上面标上 x y 0，而且还有就是你的 function 的名字，那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discriminant。discriminant 呢是判别式 b 平方减 4ac。我们在上一个 chapter quadratic equation 的时候也有介绍这一个 discriminant， 就是拿来判断 nature of roots 的东西。OK， 因为其实 discriminant 只可以用在 equation 方程式里面那么我们是不可以用在函数里面的。但是呢，对于某些函数的题型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它转成方程式以后，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discriminant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他说 function f(x) OK， 当这个 function f(x) 是 always positive 或者是 always negative 或者是 not positive 或者是 not negative 的时候，那么在这4种情况，我们可以说 f(x) 大于0是 always positive， f(x) 小于0就是 always negative， 而 not positive 是可以包括0的，因为0不是 positive 也不是 negative， 所以Not positive 我们可以是 f(x) 小于等于0， 而 not negative 就是 f(x) 大于等于0。所以在这4种情况的时候，它分别就会对应出这4种 case。OK， 那请注意在这4种 case 里面的话是对于 always 无论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都好，我的 discriminant b 平方减 4ac 永远都是比0小 ，OK， 小过0，没有大过0，这里是小过0。而对于 not positive 和 not negative 呢，我的 discriminant b 平方减 4ac 是小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0。OK， 那它到底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？ 受影响的其实是 A， 是你 x 平方的系数，它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？如果是正的话，那么它就是 positive side 的，就是 always positive 或者是 not negative。那如果它是小于0，它就是属于 negative side 的，就是 always negative 或者是 not positive。这是因为当 a 大过0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 U shape， 而 U shape 的话，它就会在 x 轴以上，它就可以是 always positive。而 a 小过0的话，你是 N shape，N shape 的话就是你最多只可以在 x 轴以下，就是 always negative 的那一种 case。好，然后在下一个情况，在下一个题目就是这一种 f(x) OK ax 平方加 bx 加 c is intersect with either x-axis 或者是 with a line OK。那么如果是 with x-axis 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f(x) 等于0 OK 这个 equation ax 平方加 bx 加 c 这个 equation 的 discriminant 来做，因为你跟 x-axis 的交点其实就是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0这个 equation 的解的数量，所以 discriminant 的这个大小就是判断出你的 intersect 到底有几个 point 啦。
OK， 那如果你是跟一个 line intersect 的话，这个 gx 是 dx 加1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让 fx 等于 gx，OK， 所以就会变成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 dx 加1，然后这两个相等起来了之后，是不是我们就把 dx 和1搬过来隔壁这一边，就会形成 ax 平方加 b 减 dx 加 c 减1等于0这个新的 equation。那么用这个 equation 找出你的 discriminant 来进行下面的这个步骤 ，OK， 所以对于这个 function 和这个 x-axis 或者是这个 line 的 intersect 有几个 point 的话，就是我们看这一边，如果他说它的 intersection 是有2个 point，OK， 那么我的 discriminant 就是大于0。如果他说这个 intersection 是只有1个 point， 那么我们的 discriminant 就会等于0。如果他只是说 intersect， 但是他没有说告诉你是 1 point 还是2 point， 那么你就可以当做它可以是 1 point， 可以是2 point， 所以是大于等于0 ，OK。而如果他是说 not intersect 的话，就这两条线是没有交点的话，那么你的 discriminant 就要小过0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example，OK， 这个 example 是这样子的 ，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t if the straight line y 等于 2x 加 t does not meet the curve x 平方加 y 平方减4等于0。你看。他说 does not meet，does not meet 的意思就是说这两条线是没有相交的 ，OK。那如果是没有 intersection 的话，就代表 discriminant 小过0。那我们要把 discriminant 给弄出来的话，我们先把 y 等于 2x 加 t 带进去这个 curve 这个 y 里面，所以把它 substitute 进去，我就会得到 x 平方加 2x 加 t 的平方减5等于0。把这个展开，然后整理之后，你会得到这一个 equation。5x 平方加 4tx 加 t 平方减5等于0。那么这个 equation 因为这个 line 啊，并不会跟这个 curve intersect，OK， does not meet the curve， 所以这个 equation 是没有解的。因为如果它有解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会有 intersection point 啊。因为它现在没有 intersection point， 所以这个 equation 就没有解。所以没有解的话，就代表说 discriminant 是比0小。discriminant 就是这个 b 平方减 4ac。b 就是 4t，OK，a 就是5，c 就是 t 平方减5，所以把它放进来 discriminant 这里，然后我们整理这个东西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t 平方减25大于0。所以从这一个 equation 这个 inequality 里面 ，OK， 这是一个 inequality， 之前教过大家怎么样子解一个 quadratic inequality， 我们就必须要因式分解了之后，然后我们看这个 curve，OK， 它是 positive 的，我们就拿 positive side， 就是比负5小和比5大。所以我们就说 t 的 range 就是比负5小或者是比5大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的天地海数学课时这一期的内容就是差不多要结束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通过电邮来问我的话，你可以按这里。那如果你想要去我的部落客观看更多的内容，或者是下载这一个影片的 PPT 的话，你可以按这一个地方。那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面观看到我这一系列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来到这一个地方，你去按这里，进去就是带你到 YouTube 的地方了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一系列的影片对你还有帮助的话，请 subscribe 我的影片，那你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资讯。OK， 也可以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这个天地海数学课时啦。那么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学习愉快，考试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